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没有消息呢，就是最好的消息。那么就在刚刚鲍威尔说下个月的加息预期又增加了25个百分点这种情况呢，道琼斯工业指数再度迎来下跌。但是符合我们 K 线西游战法逻辑的东西仍然在 K 线当中出现。我们看到一组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在昨天出现了小日线级别的反弹。在小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有悟空阳线、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和最终插针式的唐僧阳线出现。也就是说，在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道琼斯工业指数做出了小时线级别的上涨西游，但由于消息面的影响因素，我们看到在15分钟级别达到15分钟级别1440均线，1440均线和169均线这个位置的时候行情出现了一个快速的下跌。那今天的下跌呢是昨天的延续，但是今天有消息面落地之后的影响因素。那只要加息呢，美股就死给你看。那么行情走到这里，我们看到今天道琼斯工业指数出现了一个继续向下的一个趋势。如果将昨天的这根阴线作为新的一轮悟空阴线的话，那么对于道琼斯工业指数来说，在跌破34000点之后，它的下方的最终的支撑位在33740点，也就是169均线和1440均线这个位置可能会在本轮行情形成一个与上涨对称的两轮日线级别下跌西游。那对于比特币的4小时级别上来看，我们看到了一组心电图般的走势。心电图当中，我们看到4小时级别有一个悟空阳线出现，但这根悟空阳线我们有一个上涨预期，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虽然有这样的预期，但在震荡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接连不断的阴线将4小时级别的悟空阳线斩杀掉了，杀死之后的悟空阳线就不成立。那么在行情当中，我们本来会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就是在上涨过程当中形成了筹码空缺，由本轮下跌进行了下跌方向的回补，然后它有机会出现再次的反弹到28000美金，也就是说上方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形成的一个压力位再次到达这里之后，反复在25000美金到28000美金进行震荡震荡完成之后选择多头的方向。但如果本轮行情由于美股加息，由于美股的下跌，就可能会跌破25000美金。那如果跌破25000美金会什么样呢？我们认为在周线级别上6月19日的这周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但上周行情悟空阳线被悟空阴线斩杀掉了，也就是说悟空阳线不存在了，目前是一个以空头主导的周线级别的悟空阴线。那有了悟空阴线之后，如果跌破25000美金这个位置上的一个筹码密集区和由波峰连线、波谷连线构成的一个支撑位，25000美金跌破之后，下方就可能会发生周线级别的八戒阴线、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也就是说一轮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可能会因为外围市场美股的连续下跌而出现。那如果出现这里的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大家也不要过度担心因为前面行情当中它出现过周线级别的上涨西游，在这个位置上就有机会出现周线级别对称性的下跌西游。但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一定会出现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当中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作为反弹动作。同时呢，我们在10月，也就是说再过1个月05天行情将会迎来比特币月。所以呢，如果能够出现快速的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反而是一个可以抄底的很好的一个位置那同时呢，我们看到美股这轮行情也出现了一个对称性的涨跌，就是它在周线级别上涨完成之后，2轮周线级别上涨完成之后，做了2轮周线级别的2轮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2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做2轮日线级别下跌西游作为对称。所以说呢，本轮行情是可能出现与比特币前面行情周线级别上涨的一个周线级别下跌，但周线级别下跌完成之后一定会出现重启和反弹一个是10月份是一个比特币月，再一个呢是24年、25年一定会迎来比特币的大牛市。那今年我们会一定非常确定的看到比特币的底部那么下探过程当中，我们忍耐等待底部出现之后，就会迎来转机。那么未来在牛市的趋势上，我们更重要的一点是有仓位分仓进场，把握趋势
才能会迎来牛市带给我们的超级利润。那最近几个交易日BNB 表现的还比比特币强了不少至少在这个行情当中出现了一个反弹结构。这样的反弹结构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收敛三角形、波峰连线、波谷连线构成的这个收敛三角形跌破之后反弹上来，并且成功的在小日线级别50日均线、10日均线站上了小日线级别144均线、169均线。但这个结构呢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结构，原因是我们把时间级别再次调到4小时级别，4小时级别的144均线和169均线仍然在一个下跌的趋势当中，并且呢，在日线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日线级别上在跌破220美金之后，它一直处在一个下方空间打开的一个状态。这种状态呢，会让 BNB 有可能回补50到220美金这样的一个前面急速上涨的一个空间所以呢 BNB 目前在小日线级别和4小时级别是略强于比特币的，但在更大的4小时级别以上的时间级别上，它是非常弱势的，甚至是一个下跌的趋势。如果比特币持续走弱走出周线级别的下跌型，那么我认为 BNB 大概率会到达100美金附近。那100美金附近呢，绝对是 BNB 的一个黄金坑，因为我们看到它的一个地面的位置上就是220美金，目前已经走进了地下室，但是它还没有完全的回补50到220美金这样的一个区间。一旦进行回补多头方向上容易在空头方向上进行回补。我们看比特币就可以看到这样的结构最近就是走出日线级别这样的结构，多头最终呢由空头回补。那么对于道琼斯工业指数，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结构，多头的上涨最终由空头进行回补，对称性的涨跌在行情当中非常多见。因此呢，对于 BNB 的分析我们可以这样认为，220美金到100美金这样的一个区间是有大概率进行回补的这种情况呢会给我们现货带来非常有利的机会，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抄底的一个区间。所以呢，不必过度悲观耐心等待走到这个位置。对于 BNB 的未来，我认为它在周线级别调整完成之后依然会顺着最底部18年、20年这两个点它进行上移，最终的目标点位呢，我认为会在2000美金上方。所以呢，一旦如果有机会调整到100美金附近我一定会去抄底的。那么这个是今天的多空数据今天一直我都在看这个多空数据，在1小时级别和4小时级别上，今天大多数时间多头几乎是一个空白，所以呢，目前的市场非常惨淡在市场当中偶尔会有几个由于游资做动作引发的一个快速上拉，但这种上拉呢，往往是不具有持续性，或者是一日游行情。比如说昨天我们看到了 LPT 出现了一波上涨，然后对称性下跌直接打了回来或者是一日游行情，或者时间级别更短，可能是在小日线或者是4小时级别完成一轮上涨之后，直接把筹码拍发因为游资或者小部分的超级主力也拿不准现在这个整个数字货币市场的多头趋势所以呢，往往是短线一个短线进出场动作就结束了当前行情。目前呢，多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悲观，耐心等待趋势发育出来是一个更好的进场机会。包括我们看到很多币种都出现了一个新低但是有一些强势币种仍然在高位徘徊，比如说 ING 这个币种一直在169均线这个位置是一个它长期以来可以进行短线上抄底的位置。那上一波行情我们就在日线这边169均线6.6美金附近做了一波抄底有了一定的博了一定的反弹那当前行情7美金附近它这个169均线上移了嘛，仍然是一个机会所以可以做一个把握。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再见。